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通过中介找房子会遇到什么问题？最近我们需要重新租房子，大胖姐就说，当初如果是我找，肯定能找更便宜的。我正好要出差，我说行，那这回就你找。中介的水多深呢？可以教教他怎么做人，但是我怕他真上当，我还托我一个小同事跟他一起去的。结果第一次看房，差点让人给打了。他跟我同事说，他跟这个中介自己就能沟通，说中介告诉我们，到了什么什么小区找蓝楼3单元502。其实呢，这个来自湖南的中介朋友说的是南楼。按说呢，正常小区它没有蓝楼，好巧不巧，这小区它就真有，不光有蓝楼，还有各种颜色的楼。大胖媳妇就真找到了这个蓝楼，结果中介迟到了，说你找那个电表箱，电表箱里有钥匙，你先进去，房子是空的。按说呀，此502非彼502，电表箱里不该有钥匙。好巧不巧，他就真有。结果隔壁出来个老大爷，开门就骂他，要削他，说人这家住的好好的，你是不是入室抢劫？要报警。我同事跟人解释说，哎呀，大爷误会了，入室抢劫啥呀？入室抢劫哪有带自己2岁儿子作案的？老大爷，这孩子一句英语不会说，我怀疑他孩子也是拐来的。等了一会儿，这个蓝蓝不分的蓝蓝终于来了。进去之后看了房子，领大胖媳妇看了4套房子，没有一套是之前联系时候要看的那套。大胖媳妇说，哎，我要看的那套。中介说那套租出去了。大胖媳妇说，你这样我可以找律师告你。中介说，哥们儿，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？我跟你说点实话吧，你如果能把预算抬高一点，能找到更好的房子。大胖媳妇说，不用你说，我要是预算高，我还能买呢。然后就跟中介生气了，但因为小区里边太大了，最后还得让人家用专车把他跟他儿子给拉出来。等我回来看他找那房子，我说这都啥玩意儿啊？我说指着你可咋搬这个家呢？我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我也懒得跟他上火，我先把东西都挂好闲鱼卖了，我都卖好几回了。全新的戴森吹风机、阿玛尼口红礼盒、胶囊咖啡机、剃须刀、破壁机、空气炸锅电饭煲，还有这个挂烫机，我这些都没用过，15、50全断舍离。点击评论区上闲鱼搜张彩玲就可以找到我了。你们有什么闲置也可以挂上去卖了赚点钱。第二天又看了一个，去之前吧就挺好奇，房子挺大但贼便宜。我同事就担心说，哎，你说不会是个凶宅吧？你八字怎么样？大胖姐说，我八字属于内八字啊，内八字啊。到了地方找到了便宜的原因，自称阳光房，房子的一半是自己打出来的，没有屋顶，玻璃棚，那叫一个晒呀！体感温度40多度吧，拿铁都说热。中介就说不热，待会儿就好了。结果真事儿啊，出门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玻璃门得从里边拿钥匙开，因为这房间太热了，钥匙插进去之后发现化了，烤软乎了，拔不出来了，最后跳窗户出去的。大胖媳妇出去回头还跟中介说，不热，房子不错，有点费钥匙，我就不租了。对了，你把我儿子递给我，哎呦我的妈！最后一次还真找了个还不错的，是另外一个外国人住胡同嘛，现在要走要转租。大胖媳妇一进去，俩人就唠啊，他俩最喜欢的点居然是这房子啊，里边有厕所，门口还有公共厕所，他们就好喜欢这种所谓的就是老北京本土文化，天天跟老大爷老大妈抢厕所。大胖媳妇很喜欢呢。快走的时候，那老外给他拽住了，说有个事儿我跟你确认一下，哥们儿，你上蹲便怎么上？大胖媳妇说怎么上？衣服全脱了挂门上啊，挂门上啊。那老外说，你看我就知道，我也是，那半夜黑灯瞎火的，我漂白一片，吓坏好几个老头了，影响挺不好的。关键是吧，这胡同80岁以上的老大爷还剩6个，老大爷们都很善良，都是好老头，我很爱他们。你注意点，一共就剩6个，下面一个少一个呀，下面一个少一个。我就是说吧，不喝的，喝个好。最近呢，贾奥达去这个舞蹈学校有个活动，就是啊，每一个女孩选一个男伴来跟你一起参加这个期末的舞蹈演出，舞种是芭蕾。大胖媳妇认为那肯定是他了，但是贾奥达想了一想说，我想带我的小弟弟。大胖媳妇本来以为这是人生第一次和女儿同台共舞，属于高质量陪伴，没想到女儿选择了弟弟，就心里有点失落。去看了一眼他这个舞蹈班，发现别的孩子爸爸都挺年轻的，就挺帅的，嘴上没说啥，心里那正经多心了。是不是女儿嫌弃我，对自己下手了？最近减肥减掉了18斤，天天健身吃沙拉练舞，甚至还给自己约了个植发手术。然后这个彩排练舞的时候呢，大胖媳妇和拿铁都去了。然而胜算在握的拿铁却频频出问题。首先，拿铁对这个4小天鹅、华尔兹舞曲无感，站那儿不动。我说老师，我是妈，我了解他，你给他放一下逆战。拿铁在这个出道之前路子比较野，属于混迹铁岭广场舞上的广场舞王，跳疯好几个老太太那种。然后逆战一响，拿铁嗨了。逆战来也，王牌要狂野，闯荡宇宙，摆平世界。这是第一个问题，音乐的错位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拿铁无心搞艺术，一直忙于社交和普及东北话。翟奥达的好朋友被张拿铁撩了个遍，人家小女孩认认真真给他讲天鹅湖的故事，就说后来这个白天鹅啊，这个 Swan 他带了。拿铁问白天鹅为什么嗝屁了？嗝屁了，为什么嗝屁了？不出一会儿，满场东北话。参加芭蕾舞演出的一群小白天鹅，现在都是炖大鹅的味儿，炖大鹅的味儿。翟奥达看着平时跟他叭叭叭说英语的孩子们，一个一个的倒下了，那个表情就是家人们谁懂啊？拿铁老出情况了，但翟奥达还是觉得有点想带弟弟跳。大胖媳妇不死心，还是坚定的跟儿子公平竞争、公开角逐。结果张拿铁彩排的时候上来裤子就掉了，倒是大胖媳妇一顿神舞，那3尺8的水蛇腰有一点风韵在身上。可可泪水往肚吞入。
不是我爸，不是你爸，不是你爸。回到家，早达还是在纠结我到底该选谁。大胖媳妇没有气馁，平时啊告诉早达你得自己做家务，现在他爸都包了，那衣服洗的锃光瓦亮。我说你别的洗的不错，但内衣手洗老洗不干净。你用好爸爸内衣露，不光洗的干净，还是专为有孩家庭研制的，护肤级水润质地，不含有害化学物质，亲肤无刺激，对皮肤更友好，低泡一漂无残留，温和保护你的细皮嫩肉的双手，省时省力更省心。好爸爸真不错。然而早达似乎就不为所动。父亲节的前夜，大胖媳妇觉得自己跟女儿登台共舞这事儿无望了，挺失落。结果早达过来跟他爸说：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我带着弟弟就只是想显摆显摆，我肯定会选你的。我知道明天是父亲节。”还特别暖心，给他爸写了一封信。这写啥了？我看不懂。早达搂着他爸说：“爸爸，我听说你最近在减肥，还想长头发。” You haven't had much hair since I was born, but it's okay. You're my favorite dad. Oh, thank you. 我说啥呀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父亲节，大胖媳妇和早达上演了父女共舞小天鹅。虽然得穿成这个样子，但大胖媳妇还是非常开心。踮起脚尖，提起裙边，让我的手轻轻地在你的肩，舞步翩翩，呼吸浅浅，爱的花儿子多甜。这应该是我跟大胖媳妇结婚8年最大的一次误会。大胖媳妇今天飞来横祸，最后是他儿子张大铁救了他的命。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？我寻思跟大胖媳妇去商场买点东西，过年回铁岭送人。约好的，我下班之后，他带着张大铁，我们商场见。结果到点了，他也不出现，告诉我他在来的路上遇到了一些迷人的小吃，现在闹肚子，非常急迫，千钧一发了。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打车，跟我说他现在到处找卫生间找不着，怎么办？我说你咋就这么掉链子？那你别来了，你回家吧。我就挂了。过了半小时，俺家阿姨给我打电话，上来就说那谁回家了就开始拉稀，不知道在外边吃的啥，现在是连叫唤带打滚，咋整啊？我说没事儿姐，这绝不是他人生第一次因为在外边偷吃东西闹肚子，甚至都不是这周第一次。过了10分钟，阿姨又给我打电话，都快急哭了。不行了，吐白沫子了，没5分钟一抽翻白眼了，我也来不及经你同意，我直接带他上医院了。医生说他应该是因为嘴太馋，完没见过，在地上捡了一堆银杏果吃，这玩意儿有毒。医生说那狗哈吃1颗就能致命，他吃了至少20多个，现在可严重了。我看这挺危险，你赶紧医院见吧。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说啥。你说大胖媳妇在吃这个问题上的确很接地气，但是就地舔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？吃银杏果中毒，这不是安陵容的死法。我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人家也不接。当时我真慌了，我也没时间买礼物了。好在我可以直接在网上下单10盒五谷磨坊食养礼。这核桃芝麻粉我一直给我爸囤着，低 GI 不容易升糖，高钙高蛋白高膳食纤维，香浓顺滑好吸收。早餐喝1杯，补充中老年饮食营养。礼盒高端喜庆，哪个长辈收到不开心呢？我按照阿姨给我的定位，我火速冲到了医院。到了医院，我就发现一切都不对。但阿姨就给我打电话说，你就往里走，往里走才是病房区。我就走入了病房区，左边是一排狗，右边是一排猫。我就想，难道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医保是这么划分的吗？我觉得不对。但是大胖媳妇这个人呢，又让你觉得什么事儿发生在他身上都正常，都正常。阿姨跟我说，你就走到最里边，最里边是特护病房，因为他现在病危。我走到了医院的尽头，打开了病房门，看到了我家户口，于是我就开始配合医生，让户口吐银杏。户口正在逐渐脱离生命危险。大胖媳妇这时候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和张大铁现在已经成功抵达了商场，刚才情况很紧急，没接着我电话，问我现在在哪里。我说户口吃银杏中毒了，我以为是你中毒了呢，我来医院了。大胖媳妇说，我刚才的确有点中毒，那个肌瘤有点问题，我要拉肚子，好不容易找着个店，人家根本不让外人上厕所，我都不行了。我说那你最后咋解决的呢？他说我们的儿子张大铁，几句话就把老板搞定了。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。我的爸爸，他没带你